大家好，这里是港风港影，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一部名为《九人密室》的恐怖悬疑电影。前方剧透预警，请注意。电影以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绑架事件开场，这些绑架发生在伦敦市中心，总共有9个人被绑架，甚至还有一名正在执勤的警察。他们从城市的不同地方被带走。不久后，这9个人出现在一座神秘的房子里，昏迷不醒。其中一位名叫莱亚的年轻女子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旁边还有一名男子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去调查，很快在另一房间发现2名昏迷男子。困惑的莱亚走到大门前，试图打开它，但无济于事。他检查窗户，发现所有窗户都被砖墙封死。随后，莱亚冲下楼到地下室寻找出口，但他意识到自己无法逃离这座奇怪的房子。这个打击让他陷入恐慌，最终晕倒在地。当他恢复意识时，一位名叫达菲神父的老人正在看着他。莱亚环顾四周，发现总共有9个人被困在这里。突然，一个神秘的声音通过扬声器向他们打招呼，告诉他们被绑架到这里是为了玩一场游戏。这场游戏将是对他们性格的终极考验。自称观察者的声音表示，这场游戏纯粹是为了娱乐，并且透露房子里安装了75个摄像头和无数麦克风。游戏的获胜者将是最后一个活着的人，他将获得自由和500万美元的奖金。祝他们好运后，广播结束，众人陷入争执。有些人相信游戏是真实的，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。突然，一个名叫杰伊的中年参赛者掏出了一把枪，他声称如果绑架者让他保留武器，情况一定非常严重。杰伊注意到大家都被突然出现的枪吓坏了，于是他告诉大家冷静下来，并解释说自己是警察。但这只激怒了其中一名参赛者阿尔比，他声称自己的弟弟曾被一群腐败的白人警察折磨虐待。此时，另一名参赛者弗朗西斯打断了争论，他指出观察者的真实意图是让他们自相残杀，这让大家都感到恐慌。杰伊却认同这个推测，提议合作寻找逃生通道。大家决定检查每一个角落，寻找可能的出口。杰伊检查了地下室，而阿尔比在天花板发现活板门，但砸开后仍是砖墙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叫克莱尔的女子找到酒柜狂饮，被众人指责不参与搜查。杰伊锁住酒柜，防止情绪恶化。最终，大家放弃了寻找出口，回到了客厅。所有人都发誓不想杀人，但他们承认他们是绝望的人，愿意为奖金做任何事。突然，他们听到厨房传来声音，他们冲过去查看，发现了一个装有食物的小盒子，每人仅得1块鸡肉和1个煮土豆。大家在餐厅坐下，达菲神父做了祷告，随后大家正式介绍了自己。达菲是神父，杰伊是警察，莱亚是合唱团舞者，克莱尔自称知名网球选手，弗朗西斯是法国艺术家，与家庭主妇辛西亚是夫妻，阿尔比是说唱歌手，马克思是中年时装设计师，以及带着电子脚镣的假释犯肖娜。他的监控器让众人期待警方追踪。晚餐后，大家发现房子里有5间房间，达菲神父因身份独居一室，弗朗西斯夫妇自然同住，剩余6人通过抽签决定室友。杰伊与莱亚配对，克莱尔队与肖娜同住，马克思抽中阿尔比。深夜，紧张局势开始升级。克莱尔发现肖娜翻他的包，引发了争吵。阿尔比在床上练习说唱，马克思则忧心忡忡地整理唯一套装。达菲神父在祈祷，莱亚和杰伊则聊起了各自的生活。弗朗西斯告诉妻子，奖金非常诱人，但他的妻子不敢相信他居然在考虑这件事。几小时后，杰伊在半夜遭到袭击，杰伊警觉持枪逼退黑影，莱亚也醒来帮忙，但由于太黑，他们什么都没看到。骚动导致所有人都走出房间，开始互相指责。阿尔比成为主要嫌疑人，因为他之前对杰伊有敌意。达菲神父安抚了大家，并让他们回去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家发现房子的温度在迅速上升，大家情绪紧张，争吵再次爆发。突然，他们听到外面有声音，大家以为是警察在追踪肖娜的脚环，于是他们冲到前门敲门，但弗朗西斯知道这是徒劳的。绝望的杰伊开了枪，但外面的声音消失了。这次事件让大家接受了现实，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杰伊打开了酒柜，除了他、神父和莱亚，大家都开始喝酒。他们还播放了音乐，阿尔比换了一首更欢快的曲子。醉酒的参赛者们开始跳舞。与此同时，弗朗西斯试图勾引莱亚，莱亚提醒他有妻子。弗朗西斯攥着酒瓶溜回房间，用床单包裹酒瓶砸碎制成玻璃尖刺。他将一片嵌入门框做陷阱，其余的藏在马桶水箱里。醉汉们陆续离场，只剩辛西亚与阿尔比暧昧调情。弗朗西斯见状醋意大发，抄起酒瓶砸向阿尔比。在打斗中，阿尔比不小心推倒了辛西亚，辛西亚撞到栏杆，当场死亡。其他人赶来，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。
阿尔比试图道歉，但愤怒的杰伊将他锁在房间里。大家用床单盖住辛西亚的尸体，将他搬到地下室。随后，大家在房子里徘徊，思考他们的处境。弗朗西斯则找到了妻子的口红，涂上后亲吻镜子，精神已濒临崩溃。晚上，大家发现晚餐只有土豆。被囚的阿尔比疯狂砸门索要口粮，在众人胁迫下，杰伊给了他一小块土豆。达菲神父认为这不公平，决定给阿尔比更多食物。杰伊试图阻止，但门已经被打开。愤怒的阿尔比冲出房间，推倒神父。他抓起铁棒，猛烈地击打杰伊的脸。当阿尔比冷静下来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。弥留之际，杰伊将配枪托付神父，尸体最终也被搬到地下室与辛西亚并排陈列。下一顿饭，观察者送来杀人奖励、加量餐食与红酒。莱亚和达菲神父是唯一在餐厅吃饭的人，其余人已陷入深度猜忌，开始独自进食。弗朗西斯反常地将食物转赠阿尔比，并表示其妻之死纯属意外。然而，当莱亚和达菲神父去查看阿尔比时，却发现阿尔比用马克思的围巾上吊自杀。消息迅速传开，大家开始互相指责。弗朗西斯被怀疑为妻子的死复仇，但他坚称阿尔比是自杀的。达菲神父再次平息了争吵，大家各自离开，互相提防。达菲神父和莱亚将阿尔比的尸体搬到地下室，弗朗西斯则继续私下使用口红，精神失常愈加明显。不久后，克莱尔发现肖娜在翻他的东西，他们的争吵升级为肢体冲突。癫狂的克莱尔抓起红酒开瓶器刺入肖娜咽喉。与此同时，弗朗西斯突然出现在莱亚面前，他将壁灯从墙上扯下，进入水中。莱亚被电击，几秒钟后倒地。达菲神父去找马克思，提议合作求生，但马克思贪婪地要求额外的食物，达菲神父拒绝了他。马克思试图偷取食物，达菲神父被迫掏枪，马克思悻悻退让。达菲神父带马克思离开厨房时，发现了肖娜的尸体，马克思吓得跑回厨房，克莱尔则声称是自卫杀人。达菲神父试图带他离开，但路过莱亚的房间时，他们发现了莱亚的尸体。达菲神父跪地痛哭，克莱尔趁机逃跑。弗朗西斯出现，假装对莱亚的死感到惊讶。达菲神父看穿了他的伪装，举起枪。弗朗西斯嘲笑他年老体弱，达菲神父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。与此同时，莱亚突然恢复了意识，他走出房间，正好看到达菲神父开枪击中弗朗西斯。莱亚吓得躲进弗朗西斯的房间，在试图锁门时，他不小心打翻了马桶盖，发现了弗朗西斯藏在马桶水箱里的玻璃碎片。与此同时，克莱尔来到厨房拿食物，马克思要求他用身体交换食物。马克思突然用皮带勒住了克莱尔，达菲神父赶到，恳求马克思放过他。马克思拒绝后，达菲神父被迫开枪杀死了他。就在这时，弗朗西斯出现，用玻璃碎片刺中了达菲神父的背部。弗朗西斯夺过枪，射杀了克莱尔和达菲神父。弗朗西斯开始庆祝胜利，要求观察者给予奖励。与此同时，莱亚用床单取出了一块锋利的玻璃，他不小心打翻了马桶盖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弗朗西斯听到声音，开始追赶莱亚。莱亚设法刺中了他的腿，然后逃跑。弗朗西斯最终在阳台上追上了他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最终从栏杆上摔下。莱亚幸运地落在弗朗西斯身上，意外将玻璃刺入他的胸口。弗朗西斯最终死亡。莱亚意识到自己赢得了游戏，前门打开，莱亚走出房子，发现了一个装满500万美元的袋子。他穿过另一扇门，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房子。房子里有许多人，每个人都拿着类似的袋子，他们看起来如行尸走肉，仿佛经历了可怕的噩梦。